2019年的夏天，日本只用了一纸禁令，就把韩国支柱产业逼到了崩溃的悬崖边上，断供、撤人、工艺停摆。一夜之间，三星、SK 海力士彻夜开会，库存还能撑多久？生产线会不会停摆？全球芯片价格会不会暴涨？整个产业链一时间风声鹤唳，全球科技巨头同时被捏住了心脏。那种窒息的无力感，让整个半导体产业链闻风丧胆。那一年，全世界都亲眼见识了一件事儿：原来真正卡别人脖子的，不一定是光刻机，而是一桶看似不起眼的光刻胶。从那以后日本手里的光刻胶仿佛成了一把悬在全球半导体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于是这些年总有人说，谁掌控了光刻胶，谁就掌握了芯片命门。当年日本用光刻胶绝杀，给世界立了个规矩。如今他们想把这套剧本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身上。东京印化、JSR、信越化学、富士电子材料这四位爷联合给咱们国内芯片企业发了通知，高端光刻胶咱们不卖。不仅光刻胶断供，连派驻在国内晶圆厂那些技术大神，也就是负责工艺调试的日方工程师，全部打包撤回。看到这一幕我脑子里立马浮现出当年他们拿稀土跟咱们那个怂样。当时他们也是这么傲娇，结果呢，回旋镖扎的自己到现在还在流血。这次这出断供大戏，动作搞得像好莱坞史诗片一样。结果呢，咱们国内的芯片厂看着这一纸通知挠了挠头，心里想的是这就断了？那我那堆已经在产线跑了大半年的国产光刻胶，岂不是连打广告的费用都省了，直接上线？这哪是什么精准狙击这分明是一场自导自演的芯片版花式翻车大赏。本期视频大招带大家撕开这层技术围堵的画皮，看看是谁在裸泳，又是谁在悄悄布局一场反向围剿。我是白房大招，欢迎来到老日记。很多网友刷到新闻第一反应，瞬间心头一紧，高端 KrF、ArF 光刻胶全面断供，日方工程师集体撤离，咱们芯片产业是不是要遭灭顶之灾？先别急着焦虑道德经有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危机与机遇从来都是一体两面并存的。日本自以为扼住中国半导体的7寸，殊不知他们下达断供通知那一刻起，就已经踏入自己亲手挖下的万丈深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几年前上演过一出高度相似的戏码。当年日本借着稀土资源大做文章，企图用材料限制我国制造业发展。彼时全网大量自媒体渲染恐慌，宣称稀土禁炼会让国内高端制造全面停摆。可孟子有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从来不会打倒有准备之人，我们没有被动妥协，反手收紧稀土出口管控，瞬间重创日本精密制造、新能源产业链。大量依赖中国稀土的日系工厂产能停滞，成本暴涨，最后只能主动坐到谈判桌前妥协让步。历史永远在循环往复，只是换了一层壳，重新上演。这一回日本换了赛道，把博弈战场转移到半导体光刻胶领域。东京印化、JSR、信越化学、富士电子材料4家垄断全城90%以上高端光刻胶市场的巨头，统一收到日本经济产业省指令，同步发布对华限制政策，停止接收所有 KrF、ArF 高端光刻胶新订单，驻留国内各大晶圆厂负责涂胶、显影、工艺调试的日方技术人员全部分批撤回本土。整套操作行云流水，声势浩大，铺天盖地的新闻推送，营造出一种致命绝杀的压迫感。不少普通老百姓看不懂产业链底层逻辑，刷到短视频瞬间焦虑拉满。光刻胶是芯片制造核心感光材料，没有光刻胶，再先进的光刻机只是一堆闲置金属装备，电路图案刻印、芯片良品率全部无从谈起。日本手握独家技术，这下国产芯片彻底无路可走。这种焦虑完全可以理解，但六韬有言，民于盛衰之道，通乎成败之术。绝大多数自媒体只盯着日本拥有光刻胶技术优势这一点，选择性忽略2大核心真相。第一，封锁是双向伤害，不存在单方面碾压。第二，我国10年前预判海外材料封锁风险，提前布局完整国产光刻胶研发、量产、验证全链条。咱们先看数据别跟我扯什么技术壁垒，看钱是不会撒谎。2025年一季度，咱们从日本进口光刻胶2200吨，转眼到了2026年一季度，
直接跌到了111.3吨，同比暴跌95%。更绝的是，2月份数值直接归零。你们以为这是他们封锁的成果吗 ？No， 这是他们失去市场的哀鸣。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逐利自乱阵脚。”日本半导体企业这是典型的丢了吸管去捡芝麻。你以为你卡的是脖子 ？No， 你卡的是自己的财报。2025年这几家企业对华销售直接崩了47%。JSR、东京硬化这些名字听着响亮，可没了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单一晶圆市场，他们的那些高端产线现在就像是停在戈壁滩上的老爷车，吃灰都嫌占地儿。他们想着复刻当年对韩国贸易限制的手段，别逗了，当年那是韩国人没有底气。如今中国半导体产业链早就不是那只只会被吓唬的兔子。日本这波操作看似是杀招，实则是自残。老子有言：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咱们中国半导体的发展走的恰恰是这个路子。什么叫至柔？是咱们对成熟制程的极致渗透。什么叫至坚？是咱们在面对外部高压时绝不低头的产业链韧性。很多人会混淆两个概念： EUV 极紫外光刻胶、KrF、ArF 终端光刻胶，刻意放大恐慌情绪，制造流量焦虑。这也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角度。很多观众听完光刻胶断供新闻，下意识认为所有芯片生产都会停滞。事实呢，截然相反。我们分两类清晰拆解，看透短板与优势。道德经说：长短相倾，高下相倾。任何产业都有长板与短板，不必因为单一领域存在差距就全盘否定多年产业布局。第一类KrF 光刻胶适配28纳米及以上成熟制程芯片，这类芯片覆盖市场90%以上民用、工业刚需产品、新能源汽车车载芯片、光伏功率芯片、工控 MCU、电视空调家电芯片、储能控制芯片，是国内晶圆厂核心产能主力。经过10余年持续研发迭代，国产 KrF 光刻胶已经实现稳定规模化量产。多家头部材料企业产品通过国内一线晶圆厂长期可靠性验证，性能、良品率完全可以对标日系同类产品，完全具备全面替代能力。日方切断 KrF 光刻胶供应，对国内成熟芯片生产线几乎不存在致命冲击，反而加速国产材料全面渗透市场。第二类EUV 极紫外光刻胶适配3纳米、5纳米顶尖先进制程芯片，这一块目前日本依旧掌握全球顶尖技术，属于我们短期存在差距的短板。但这里藏着全网极少提及的关键真相。EUV 光刻胶对应的 EUV 光刻机，我们本身就无法从海外进口，国内现阶段没有大规模投产的 EUV 产线。换句话讲，日方就算不断供 EUV 光刻胶，我们当下也没有设备可以使用。这条赛道的封锁对国内现有芯片产能几乎零负面影响。说白了就是日本拿着一把只适用于顶配游戏机的专用游戏卡带，扬言要断供。可我们当下根本没有顶配游戏机，手里大批量运转的终端设备早就有国产配套耗材，这一套绝杀完全打在了空气上。反观日本自身成熟制程光刻胶是4大化工企业营收支柱，丢掉中国成熟制程晶圆市场，等于丢掉企业大半收入来源。高端 EUV 光刻胶市场体量狭小，全球供求量极低，仅少数欧美、韩国顶尖工厂少量采购，根本无法填补丢失中国市场造成的营收缺口。一边失去核心收入来源，一边小众高端市场不足以回血，日本光刻胶企业亏损只会持续扩大。这份财报压力最终会传导到本土化工行业、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连锁负面效应持续发酵。战国策有云：两虎相斗，势不俱生。双向封锁博弈里，妄图单方面收割红利的一方，最终必然承受对等反噬。日本想靠光刻胶形成单向压制，忽略市场供需平衡底层逻辑，低估中国全产业链自主布局的长远规划，最后只能独自吞下亏损的苦果。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深挖的商业细节，光刻胶属于配套耗材，粘性极强，一旦晶圆厂完成国产材料工艺适配、产线调试，后续几乎不会轻易更换供应商。日方主动提出退出市场，而本土厂商完成全线适配之后就算未来日方主动放宽限制，恢复供货，国内晶圆厂也不会重新采购日系光刻胶，等于日本亲手永久失去深耕数十年的核心市场。市场份额一旦让出，再想夺回难如登天。
这才是比短期财报亏损更致命的长期损失。咱们把时间线拉回15年前，重温稀土博弈往事，就能清晰看清日本一错再错的根源，深入骨髓的技术傲慢。当年日本依靠精密加工、稀土应用技术优势，误以为可以拿捏我国稀土产业链，刻意制造舆论，渲染稀土断供会重创国内制造业。彼时我们没有激进一刀切，而是稳步出台稀土出口管控政策，规范开采出口标准，市场供需瞬间失衡。日本汽车、精密仪器、军工零部件产业链成本飙升，产能受限，企业利润大幅缩水。最后主动寻求和解。短短数年过去日方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依旧困在材料技术垄断就能掌控他国产业的固化思维之中，再次选择材料封锁手段。荀子讲前车覆，后车戒，前人失败的教训摆在眼前，日本视而不见。究其根本是长久以来技术优越敢蒙蔽判断，忽视中国产业持续自主升级的速度与决心。很多网友调侃日本这波操作堪称芯片业最佳助攻手，这话绝非玩笑。原本国产光刻胶企业需要耗费数年时间说服各大晶圆厂逐步小批量试用验证，日方一纸断供通知，直接倒逼全行业快速完成国产替换，省去漫长的市场推广周期，节省大量宣传试错成本，用自身企业亏损为国产半导体材料产业铺路。聊完博弈现状、历史教训，反转真相，很多观众会问：短期危机虽然可控，但海外科技围堵不会消失，未来我们该如何建立长效防御体系，彻底摆脱海外高端材料限制？大招这就献上3计，清晰落地，普通人也能看得懂。第一计，企业层面坚持供应链双轨布局，杜绝单一供应商依赖，各大晶圆厂持续深化国产材料验证，量产导入分批次、分产线替换海外光刻胶、靶材、特种气体等核心耗材。同时国内光刻胶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持续攻关 EUV 光刻胶短板，缩小跟海外顶尖技术差距，持续优化产品稳定性、良品率，形成良性内循环竞争，靠产品实力站稳市场。第二计行业层面搭建产学研一体化协同平台，联合高校化工学院、国家级材料实验室、本土光刻胶企业、晶圆制造龙头，打通技术壁垒，共享实验数据、工艺参数，缩短新材料验证周期，细分赛道建立行业统一标准，规范光刻胶性能检测体系，减少重复研发资源浪费，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细分材料。第三计国家战略层面双向制衡，掌握博弈主动权，参照当年稀土反制经验，梳理国内独有、海外高度依赖的矿产、加工、制造产业链资源，建立动态出口管控机制，形成对等反制筹码，持续完善半导体扶持政策，长期稳定科研经费投入，吸引全球精细化工、半导体高端人才回国发展。同时拓展多元化海外合作渠道，开拓东南亚、中东、欧洲芯片市场，分散单一区域贸易风险。六韬有言：凡举兵率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应对海外科技封锁，不能只靠单一手段，企业自主、行业协同、国家兜底，三方联动，多线并行，攻守兼备，才能构建坚不可摧的全产业链防护体系。短期海外材料限制带来小幅阵痛，但长远看来，倒逼产业自主可控，是夯实高端制造根基必经之路。有人问我，大招，为什么日本一次次在材料上做文章，却一次次踢到了钢板？我觉得那是因为他们依然用上个世纪的思维在审视这个早已换了人间的时代。他们看到是断供的技术，而我们看到的是破茧成蝶的产业链。当年咱们在荒原上造卫星、筑河盾，靠的是一种不信邪的骨气。今天咱们在精密纳米的电路上凿刻未来，靠的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底气。日本的这次绝杀，注定会成为科技史上一个经典的角注。它不仅没能成为中国半导体崛起路上的绊脚石，反而化作了我们登天梯的垫脚石。我是白饭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